嗨，大家好。今天又是下了一天的雨啊，所以弄到下午又快到黄昏的时候才出来骑一下。原本呢，今天是想休息一天，在家里呢折腾了一下我的小单车啊，一个是做一个保养，检查一下啊有没有螺丝松动，结果好像还好。另外一个呢，前几天买的刹车皮啊已经收到了，所以呢今天就把后轮的刹车啊重新检修了一下，拆下来把已经磨得很薄的刹车皮呢换下啊，换上了2块新的刹车皮。所以呢现在啊骑到村里啊，其实也就是为了试一下修好的这个刹车感觉如何。刚刚呢，我已经手刹了一下啊，后面的那个刹车呢，终于起作用了。毕竟啊，这是一个2手的旧单车，当时买来的时候呢，也许啊，这个刹车皮呢已经变得比较薄了，加上啊，这个3个多月以来啊，每天都会外出骑行啊。大概每天平均5、6公里到10几公里不等吧。有时候呢，出一趟远门会骑个20来公里、30公里啊。所以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用到刹车。1、2个礼拜以前呢，就感觉这个刹车已经不大管用了啊，尤其是后面的刹车。本来呢是想去找一家店，看看能不能在那边呢找专门的修车师傅啊去看一看，因为呢对于这样的刹车啊，到底用什么样的刹车皮，什么样的规格型号啊，买回来以后自己会不会去把它装上去等等呢，都是一无所知。结果呢有一回啊就去了一下一个维修的地方啊，他就只说了一句说你这种车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那我就在想，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零部件来更换，要不就他也不懂。所以呢，我想还是在网上找一找。前几天呢，我就自己上淘宝啊搜索了一番，确实啊，单车的这种刹车皮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呢就是一成套的卖啊。那这种的话呢，价格当然会贵一些。虽然呢很简单，回来以后直接把它安上就行，但是呢也很害怕啊，它的规格可能会不同。最后呢还是在询问了网上的店员，得到了一些指导，说其实呢你只要换一个刹车皮啊，这种刹车皮呢它不是一块皮，它其实是带有那些可以固定的螺丝在上面的，而且呢还贴心的告诉我，如果你买2副的话，它是会送一个简易的扳手给你的。其实家里各种扳手啊都有，但是呢，想着会不会它的那个规格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我就按照他的意思买了2副回来。那今天呢收到以后啊，我打开一看，确实从形状、尺寸呢，跟我单车后面轮子上面的那个刹车片啊，应该都差不多。而且呢，更换起来并不复杂，无非呢就是把原有的螺丝拧松，把原有已经磨损、磨耗过度的刹车片呢取下。唯一的问题呢，就是我原本单车上的那个刹车片固定的那个螺丝的规格，跟这次买来的有所不同。那幸好呢，家里基本上各种螺丝起子都有啊，所以呢，很顺利的就把旧的拆下，然后呢，再把新的装上去啊。大概也就是10几20分钟而已吧。
只是呢，我在拆装的时候啊，忘了戴手套啊，结果把手搞了一手的油污。洗手倒是花了不少的时间。这个二手单车买回来啊，骑了3个多月，总体感觉呢还是相当不错啊。因为我也经常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有意无意的在分享。主要的零部件呢，看来还是质量比较过关。但是呢，因为长期这样的骑行，每天呢在这种有些不大平整的路上骑行的话呢，会因为震动啊。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些螺丝啊，有时候会有松动，甚至呢有好几次啊，单车上的螺丝呢不见了，而且有时候连那个响声都没听到啊，所以呢也不知道到底掉到哪里去。最终呢，就去附近的村庄里面的修车铺啊，找到规格相同的旧螺丝呢，把它换上。有一回呢，还居然去了一家五金店。结果在五金店的那些卖螺丝的柜台里面呢，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另外呢，就是更换了2次后轮的内胎。第一次更换呢，是因为有一阵子骑着骑着，总是好像会有点缺气，骑回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累。后来呢，果断换了内胎，后来就好了2个多月。谁知呢，前不久呢，又扎了一个定书的那个钉子因为这是我自己检查那个已经瘪掉的轮胎的时候发现。在我的外胎上面呢，扎了这一个定书的钉子，是我亲手把它取得下来。结果呢，我在更换内胎的时候发现其实不止一个洞，内胎上呢发现了2个洞，而且我还补了2个洞以后呢，发现照样漏气就干脆又换了一个新的内胎。但是呢，整个过程很简单，费用呢也不高。一个内胎呢，好像也就有10几块钱吧，所以呢，总体上来讲骑车健身还是很经济的，而且呢，很多的保养的工作自己都可以做，所以前段时间呢，也是从淘宝上买了好几种清洁的药水，还有呢润滑剂，像这种简单的单车保养、清洁。更换一些小的配件等等呢，作为一个男人天生就应该会吧，所以呢，倒没有觉得有任何的难处或者是压力。然后呢，就像现在骑在外面感觉不错，尤其是刹车呢，试了一下，基本管用多少呢，在心理上就会放心一些。也增加了一些保险的系数，因为骑行在外最重要的还是安全。一个呢，现在也是尽量少去大马路上车人滚滚的地方确实有时候令人害怕。
么了？有火警吗？演习。哦，演习。骑到这边啊，我看见保安拦着一个绳子不让过，有一个消防车在这里，还以为发生什么火警，原来不是，原来那是演习啊，常备不懈，做得很好。刚刚说到啊，最近呢就很少去那些车人滚滚，尤其是呢没有那种专门的骑行道的这种大马路上去骑行啊。其实主要是天气不好了，经常下雨啊，要不就是前段时间呢高温天气啊，实在也懒得出去。结果呢，大概就有个把月啊，没有骑到大马路上去了。准备呢，沿着湖边来慢悠悠的骑它一圈。只是这边呢是需要弹一下车。还是骑在湖边啊，看上去比较舒服。可惜啊，左手边的老朋友餐厅啊，看来又很难经营下去了。今天呢，看到一个消息啊，说香港的莲香楼结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啊，总之也是近100年的老店吧。莲香楼呢，广州就有啊。听说香港那个莲香楼呢，是当年啊，广州莲香楼的老板派他一个账房先生啊，专门到香港去开店和经营的。有，这边也做了一个核酸小屋。请您正确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至少1米间隔，有序排队，提前准备好健康码核酸检测码。最近啊，乌村里面啊，做核酸检测的那些点呢，好像建了一些这种叫核酸小屋的那种服务站。检测的人呢，在里面待着啊，可能应该也有空调吧。2个窗口，一个窗口扫码，另外一个窗口呢，就捅喉咙、捅鼻子的检测啊。整体上感觉有了一些改进。主要是那些医务人员呢，
没有像以前啊暴晒在太阳底下，这个应该算一个进步啊。但同时呢，又感觉啊，这样的核酸检测好像要长期抗战了啊，好像会变得长期化啊。因为今天在网上看到啊，美国的疾控中心的最新一版的关于新冠肺炎的防控的措施里面啊，已经基本上啊放弃了所有的管控。就连阳性啊，不但无需隔离，连报告都免了。所以呢，国内国外啊，关于疫情管控方面的措施，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已经忍耐了2年半，快3年了啊，所以呢，也不差再忍耐一段时间。相信啊，终有一天也会取消这些管制，恢复正常。今天我们起湖里面啊，水还是非常充盈。我看到这边有几只黑天鹅哦，还有鸳鸯、鸭子啊，都玩在一块去了。这边有个沙地的操场啊，小朋友在这边可以踢足球玩。虽然呢下了1天的雨啊，地上还都是湿的啊，
可是呢，村民们还是闲不住。看来这个祈福啊，又换村内的共享电动小单车了啊，变成这样的小途乐，以前那种绿色都不见了。这边呢是环湖西路的开始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坡，是我最不愿意挑战的地方。我还是推着车走一段。今天呢就是因为预报一天都是下雨，所以呢原本是没有出来骑行的打算的啊。所以上午在家呢跑步机上跑了半个多小时，已经呢达到了每天最基本的运动量。但是呢因为换了一个刹车，所以呢还是想出来骑一下啊，试一试这个刹车。刚刚在好几个有坡的地方啊，我是有意的踩了一下刹车，感觉效果好多了。回家途中的最后一个大坡，踩一下刹车试试看，
是不是效果还可以？刹车效果很好啊，所以呢，以后像这样的坡度啊，还是可以放心的捏着刹车骑下来。好了，今天额外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回家洗第二个澡，准备吃晚饭。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拜拜。